呀，你怎么才来啊？我到处找你了。儿子哪去了？在家睡觉呢。在家睡觉？你开什么玩笑啊？孩子太小，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一幕。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很怕我？我看出你的用心。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话都说到这种程度，你还在装？戴着假面具不累吗？为什么到今天你还不把它摘下去呢？依然，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把我们的未来都安排好了，你看你却莫名其妙的说。你去过我办公室？对，昨天，在我跟你去顺州之前，在我还陷在你跟我说的孟母3000的怪圈里，我还不相信你在骗人的时候，好在老天爷有眼，让我再也不会自欺欺人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嫣然，你别把我想得太坏。我是爱你的，过去是，现在也是。那文小雪呢？你爱她吗？嫣然，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人格上是分裂的。感情上我倾向于你，理智上我倾向于文小雪。我不愿舍弃你，也不愿舍弃她。可是两个要同时拥有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留住一个，舍弃一个。我别无选择。于是你就舍弃了我和小涛，是吧？对不起，嫣然。既然话说开了，那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不是个普通的男人，我有我的追求，有我的理想，可我又是个普通的男人。我缺少机会，没有资本。这时候文小雪出现了，她能帮我摆脱平庸，能给我很多机会。你说我能怎么办？如果机会失去了，我恐怕一辈子也找不回来。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真相？人是贪婪的，得到的想要，失去的也想找回来，所以我就回头去寻找了。可是越找越麻烦，越找越很深的陷入泥潭。我没有别的办法。你没办法，我有办法是吧？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对我和小涛太不公平了吗？我们是什么？不是人，是个东西是吧？只想摆脱困境，我没有别的办法。混蛋！自私！叫起飞了，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5号登机坐上飞机。谢谢你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1503 to 顺州 Airport soon. Please equip to box gate number 5.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嫣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下雨了？我今天很乖，没闯祸呀。依然，依然，你开门！妈妈，是爸爸，他要接我去坐飞机了。依然，我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妈妈，爸爸走了。嫣然，你听我解释，嫣然，嫣然，嫣然，你还来干什么？这个是100万的现金支票，你收下。你就是这么弥补的？嫣然，这100万对一个商人来说可能不算多，但对你们应该是够了。不能说给你们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你们会过得很好。你真会算账。这么多年了，我把一切都抛开了，做了那么多的牺牲，我为了什么？我没完没了的等待，我换回来的就是这一张纸，是吧？我明白了，我的所有的爱，还有你和小涛的父子之情，就只值100万，是吧？嫣然，我也是不得已，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就算我1分钱不给你们，你们不照样好好活着吗？你给我滚！行，我走。不过我把话说清楚，从今天开始，我们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如果有人问起小涛，不要说是我的儿子。给我滚！行，保重。有机会，我会回来看你们的。涛涛，别动！对不起，涛涛，给妈妈。妈妈，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妈妈这么多年换的东西。
碰都不摸他。妈妈，你别哭了，妈妈，你别哭了。妈妈不哭，妈妈才不哭，妈妈不值得哭。妈妈不值得哭。事情没办成，我办成了。办成了干嘛不高兴啊？不是，有点累了。你也是的，干嘛不在顺州住一个晚上，好好休息一下？哎呦，急着回来嘛，一天见不着你，心里不踏实。想我就想我嘛，干嘛要找借口？钱呐，就像刀子一样，没有斩不断的东西。看把你给得意的！哎呀，我有什么好得意的？人生就像演戏一样，一幕演完了，紧接着第二幕。成功。当你看到这页纸时，我已不在世上了。你对我和小涛的情谊，此生未报，来世再报吧。我是不得不踏上这条不归路的，因为我生活的信念已经被彻底摧毁了。我曾为爱情付出了全部心血，可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家人团聚，不是欢天喜地，而是阴谋诡计，冷酷无情。我曾经说过，自己身上的伤口只有自己知道疼。可当伤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撕破，当疼痛也已麻木的时候，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滔滔江水曾给过我真实的喜悦，热切的期盼，所以也只有这滔滔江水才能埋葬我未了的梦想，痛苦的灵魂。成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有2件事只好托付给你，一个是我爸爸，希望你能常去看他，照顾他，并把我的问候也带过去。第二就是小涛，请你无论如何把他交给曾火斌。小涛是他的儿子，他必须承担做父亲的责任。
别了，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小季，小涛，小季，小季，是程先生吧？刘大妈啊，嫣然没在家。不应该呀，孩子在呢。哎呀，那他是不是出去了？不会吧？你看孩子都哭成这样了。哎呦，哎呦，这哪能让孩子这么哭啊？哎呦，刘大妈，您不是有他们家钥匙吗？对对对，你看我都急糊涂了。您等着，您稍后啊，我这就拿来。涛乖，涛不哭，妈妈呢？涛不哭，涛不哭，涛不哭啊！小季啊，咱们找妈妈去啊！妈妈呢？妈妈上哪儿去了？不哭啊！妈妈呢？哎，程先生，程先生您回来，您看那有一张纸写是嫣然写的什么字儿啊？涛不哭啊！咱找妈妈。刘大妈，帮你照一下啊！哎，我找点记下。哎，程先生，你往看那纸上写的些什么呀？小季，季嫣然，小季，小季。季嫣然，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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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季，跑哪儿去了？啊，你跑哪儿去了？我去医院看我爸。哎呀，程先生找你去了，见到了吗？见着了。嫣然，那纸条上你都写的什么呀？程先生怎么一见就跟那发疯似的跑了？是你写的。哎，行了，你们娘俩睡觉吧，我回去了。啊，麻烦您了。
别跟我客气，又不是天天这样。好，跟奶再见吧。哎呦，可把孩子哭坏了。哎。吃点这菜吧。爸，我敬您。好，意思一下，不用再干了啊。少喝点啊。妈，我也敬您。啊，谢谢。火斌啊，你跟小雪的事情商量定了吗？妈，什么事儿啊？真是个傻女婿。你说我妈去关心什么呀？她问你呢，什么时候把我娶过门去？对呀，既然已经在南陵安定下来了，那你跟小雪的婚期也该定了吧？妈，我听小雪的，小雪说哪天就哪天。妈，您看这傻女婿多不负责任啊！行了，人家这是尊重你。那行，小雪，你就定个日期吧。妈，那定在下个月22号，怎么样？这日子不错吧？挺好的。下月22号，什么好日子啊？爸，您怎么连这日子都忘了呀？不是存心让我妈生气呢吗？想起来了，是我跟你妈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这日子好吧？好，那是双喜临门啊！让我们老两口也沾沾你们新婚燕尔的喜，你们年轻人也沾沾我们忠贞不渝的光。爸，您说的太精彩了。小雪啊，咱们为爸的精彩干一杯。爸，来，干杯！干杯！文市长说的精彩。哎，我这辈子呀，跟忠贞不渝是无缘了。不过我希望你和小雪能这样。其实啊，我们俩也未必。霍斌啊，这话可不吉利啊。我开玩笑嘛。姐啊，爸妈去世的早，婚礼上，您可是咱家唯一的家长啊。好啊，也让我风光风光。不过，怎么了？有话你就说呗。也许是我多虑了。我在想，如果这消息一旦传出去，嫣然会不会来闹事儿呢？这婚礼可不同寻常，来的全是头面人物。会的，我已经摆平了。真的？我给了他100万，我们俩的恩怨算是了结了吧？怎么可能呢？嫣然那么清高，怎么肯收钱呢？什么清高不清高？现在谁不看着钱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姐，我说话你别不愿意听。你结婚、离婚、离婚、结婚，不都是为了钱啊？说白了吧，我跟文小姐结婚也是为了钱。可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嫣然怪可怜的。是挺可怜的。不过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不能想她了。姐啊，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提她，提她我心里不好受。好吧。
涛涛，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好啊？还没吃饭吧？哎，你好，你好。我饿了。饿了好办啊，叔叔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你看啊。我饿了。小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看我连照片都撕了。别老闷在家里，出去走走。还能去哪儿？书店也没有了。去东郊散散心好了。就是在这儿，他说过他爱你。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大三呢，刚主持完晚会，我们还手牵着手一起来到这儿。那还是他第一次跟我说他爱我。小涛，小西。下来，快下来！下来，过来，来。好，左满舵。满舵左。满舵左。右满舵。好，右满舵。你得说满舵右啊，大点声。满舵右。好。拿自己玩好不好？来，别掉水里啊。干嘛闷闷不乐的？一起玩。真是太像了，也是湖。我那一次差一点一脚就踩空了，多亏他把我拽住。不过那天风特别大，也没有月亮。出来玩就好好玩嘛，老想着他干什么？我哪想着他了？那么无情无义的人，我想着他干嘛？好，满舵左，来，一起玩。后来呢？后来，他不管说什么事情，都会扯到曾火兵身上，好像老是摆脱不了他的阴影，就要了命了。这不要命，这事好办。什么事到你这都是好办，你说怎么办？我跟你说，成功啊，还是那句老话，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谈恋爱。只要他有了新的恋爱对象，我保证他把曾火兵忘得一干二净。你的意思让我跟他谈恋爱？多新鲜呢！不是你是谁啊？换我你愿意啊？根本就不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已经拒绝过我了。此一时彼一时，成功。他那个时候拒绝你，是因为他对曾火兵还抱有幻想。现在他们彻底崩了，没幻想了，这不给你留下空子了吗？再说了，成功，女人这个时候是最脆弱的，没准一根火柴就能把她点着。有点乘人之危吧？这怎么叫乘人之危啊？你分明是救他于水火之中。你想想。
小季，其实那天你扑到我怀里哭了，是把我当成亲人了，对吧？对。你知道，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相信吧？相信。如果我相信，我们两个如果要是生活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幸福的。对。那我们就生活在一起好吗？好。坐下，我要送你一样礼物。把手给我，你戴上。怎么了？这是戒指。订婚戒指。我这不是有一个了吗？小姐，你怎么忘了？这是曾火兵给你的，你早该把它扔了。反正都一样，何必换来换去？怎么会一样呢？一个代表过去，一个代表将来。我哪还有将来？别这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会和你一起创造将来。就算是这样，将来也是过去的重复。你知道的，我的心已经死了，我不想再重蹈覆辙。可我不是曾火兵，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曾火兵曾经也这么说过，他当初也确实是真的。那你昨天为什么要答应我的求婚？我答应过吗？你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对不起，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陈总，不知您现在有没有空？有位没空，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谁都不见。是，那我叫季小姐过几天再来。等等，谁要见我？季小姐就是原先在我们这儿做过前台经理的。你怎么不早说呢？赶紧让他进来。是。坐吧。这阵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天，要不是你突然拿戒指把我吓醒了，我没准还稀里糊涂顺着你过去了。
过，我真的不是出尔反尔，不是有意想伤害你的。别说了，我能理解。我这段日子一直在调整我自己，我现在觉得好多了。知道我好起来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吗？什么？向你道歉。我真的很抱歉，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没那么严重，真的，都过去了。可是，我这心里过不去。我总怕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小季，我这个朋友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永远都不会失去。真的？真的。和以前一样。一样。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高兴，连笑都不笑一下？没有啊，我很高兴，真的。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什么？不，你是说他又把你们的关系定位成好朋友了？啊，是啊。到现在他手上还戴着曾火兵给他的戒指，也就是说，曾火兵他还是没忘。你以后少给我出馊主意啊！什么治疗失恋的办法就是恋爱，什么呀，这都是。哎，我说陈工，不，你不会走路，你就说鞋子不合脚，啊，你不懂女人，你就说我的办法不灵，是吧？什么意思？你现在必须得知道什么是问题的关键。季嫣然心里有没有曾火兵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心里有没有你。你自己说，他心里有没有你？应该有吧。那分量呢？你是比曾火兵重啊，还是比他轻啊？那我哪知道啊？你不知道就是不自信，你不自信就是比他轻。咱换句话说啊，你想让季嫣然爱上你，你就必须得加重在他心里的分量。怎么加重？你想想，你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没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吧。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什么送玩具了、送饭了，就算你天天做，那有什么分量啊？你看人家的感情都多深了，现在。所以成功，我跟你说啊，你必须得想个招盖过曾火兵才行。什么招？成功，你现在已经弱智了，还是我替你想个招吧。潘江，不会又是馊主意吧？你放心，我潘江做事一向三个有啊，咱有理、有利、有节，我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开车吧。你真是的，我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送吃的来，我已经不是以前那样有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放冰箱里就行了。哎，一会儿在我这儿吃吧，饭马上就好了。啊，行，反正正好我有事跟你商量。好。好吃不？好了，来。啊？你刚才说什么？要替我找份工作？你不是也有这个想法吗？当然了，总在家里待着哪受得了啊？别烫。不过你不会又让我去夜总会吧？啊，那倒不会。其实上次让你去我的夜总会也是权宜之策，但这回这个工作，应该说跟你的专业有关系。我有个朋友叫潘江，你记得吗？记得，挺有意思一个人。他有不少实业，其中一个实业就是化妆品公司，
其实化妆品说白了也就是化学工业嘛，对吧？这不是正好跟你的专业也沾边吗？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当然有兴趣了，求之不得的事儿。这样吧，如果你有兴趣，晚上就跟他见个面。今天晚上啊？你那么急呀？啊，今天晚上正好我跟他有个约会。哦。如果不方便，改天再约吧。不用。那就今天晚上吧。哎，刘大妈，大妈，不好意思啊，又要麻烦您了。没事，玩去吧。啊，回来晚了不要紧的。啊，快走吧。听奶奶话啊。回不来也不要紧。哎呀，操，睡我这儿。哎，您误会了我。大妈是过来人，什么不知道啊？快走吧，玩去吧，快走吧。那谢谢您了。跟妈妈再见。哎，潘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季嫣然，小季，这是潘江。哎，你好。你好。怎么样？看我眼熟吧？对呀，但是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书店，季小姐的书店。啊，对。来，坐，请坐。潘先生真有意思。你们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我在跟季小姐对暗号呢。怎么样，季小姐，那本爱情小说出版了吗？您真会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那怎么不可能啊？这么男女主角都在，现在写都来得及啊！潘江，小季不喜欢开玩笑，你赶紧说正事。不好意思，季小姐。那对了，这是我的个人简介。你先看一眼。哦。好，太好了，我就需要季小姐这样的人才。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哪里？我这人呢，说话心直口快，从来不会转弯抹角。季小姐，这个合作吧，就像谈恋爱啊，必须得两厢情愿。反正我是相中季小姐这个人才了，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公司有没有兴趣？哎，对了，这个杂志你看过没有？啊，看过。这里边有我们公司的详细介绍。哦。在哪？就在这儿。哎，成功，这里面可是自助餐厅啊，弄点吃的去啊！啊，对，那你们聊着啊。哎。多拿点啊，不吃白不吃啊！你怕我拿不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想跟你谈谈季小姐。不错吧？当然不错了。你放心，成功，我绝对好好重用她。好啊。哎，成功，我刚才算了一卦，我发现你跟她今天晚上都交桃花运。你们俩今天晚上绝对有故事发生。你看你还不信？哎，你们俩在一起拥抱是绝对没有问题，再顺一点，睡在一张床上都有可能。不靠谱了啊！胡说八道！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你什么意思？这叫天机不可泄露，你走着瞧吧。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怎么样，季小姐，对我们的公司还满意吧？我真没想到民营公司也能有这样的规模。谢谢夸奖。哎，还是谈谈你的工作吧。哎，潘江，这好像还不太够，咱们一块儿再去拿点吧。你自己去吧，我不陪你了。我不是拿不了吗？
你就拿你一个人吃了就行了，我们不用你管。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眼色呀？我跟季小姐谈的这么投机，你老无缘无故的打断，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季小姐？行行，我自己去。那你慢慢吃啊。怎么样，季小姐？这个地方的环境还不错吧？蛮好的，我第一次来。我也是第一次来。是吗？小雪，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什么呀你？那么火烧火燎的，非要让我马上赶回来？发什么牢骚？不乐意啊？不乐意找我爸说去。你找我，我找你爸说什么？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我爸想见你都不想。伯父要见我，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小雪，别生气啊！他找我肯定不是小事儿，告诉我。我问你，最近没出什么问题吧？没有，怎么了？心里真的没鬼？哎呀，我对天发誓啊！这就怪了。我爸今天找我的时候特别严肃，跟平时不一样，我见了都有点害怕。会是什么事儿？哎呀，去了不就知道了吗？他在书房等你，去吧。哎呦，你去吧你！你不去你怎么知道啊？哎，谈完了过来说一声。好。进来。文市长。哎，我听小姐说您找我。对，坐吧。你是不是给我写过信？写过。写了几封？写了2封。你能不能保证，这信里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保证。啊。你对胡江喜怎么这么了解？我去顺州之前啊，就知道他贪污腐化无恶不作。这次回南陵，我就听得更多了。其实我跟他无冤无仇，但是清除腐败、惩治丑恶，这既是政府的号召，也是做公民的义务。所以我给您写了第1封信。后来我觉得材料有些疏漏，我又写了第2封。这些情况，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没有。我觉得这些材料应该由组织上掌握，所以连小雪我都没讲。很好，你很有责任感。如果以后发现有什么新的问题，只要对政府形象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就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当然也可以找我。你已经怀孕2个月了。女人未婚先孕，却怎么都联系不上男友。自从2个月前曾火兵离开后，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是否变心了。父亲劝告嫣然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恋爱脑发作的女人却执意要生下来，并且坚信曾火兵一定会回来找她。接着嫣然被陷害，失去工作，父亲也因此事变成了植物人。几个月后，嫣然生了儿子小涛，生活的艰难让她连月子也做不了。幸好有成功在身后默默帮助她。为了维持生活，嫣然开了一家小书店，小涛则交给邻居奶奶照看。而在异地的曾火兵，在高干之女文小雪的帮助下，创立了房地产公司。文小雪的父亲作为副市长，
也促使曾火兵的生意干得风生水起。为了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曾火兵向文小雪求婚。与此同时，深爱嫣然的成功也拿出钻戒，却被嫣然拒绝。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手上已经有了一枚戒指，而且自从戴上它，我就没打算摘下去过。3年多过去了，嫣然还在一直等待着曾火兵回来。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说过永远爱她的男人会背叛她。就在这时，文小雪的父亲要调到南陵当市长，一家人都要跟随过去，而这个城市就是嫣然所在的地方。为了事业的发展，曾火兵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他离开多年以为不会再回到的城市。他悄悄去找嫣然，却看到嫣然身边多了一个喊他妈妈的小男孩。调查后才知道那是他的亲生儿子。曾火兵担心，如果文家知道这家股民透露这只股票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跌。曾火兵慌张地来找前姐夫，前姐夫却一脸淡定，声称他早就说过要沉住气，股票这东西有跌就有涨，并信誓旦旦地扬言这只股票肯定会涨。可这都已经跌了半个月了，它能在剩下的几天里涨1倍吗？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你抛。我相信你。啊，你相信我就好。这样，这个股票什么时候抛，我到时候会通知你，行吗？到了这个时候，曾火兵也只能说行。可是股票还是一跌再跌，跌到了5块。此时的曾火兵意识到事情真的不对，质问前姐夫到底怎么回事。男人也不再伪装，表明这只股票还会继续跌到2块。而曾火兵他们那40万本金到时候也只能剩下1-2万。曾火兵不明白为什么要坑他。坑你？我没坑你啊！哎，那钱是你姐姐的吗？我姐的钱你能坑？他先坑我的，你知道吗？啊，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甩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告你，你去告，去。你告我什么？告我向你透露股票信息？那报纸上天天都在透露股票信息，啊，有多少人上当受骗？这又不负法律责任的。这次姐姐是彻底把曾火兵给坑了。搅屎棍的姐姐竟又给弟弟出馊主意，怂恿弟弟去攀有钱有势的高干之女。可弟弟已是有未婚妻的男人，而这也将弟弟推向无穷无尽的深渊。女人前一秒还在甜蜜地享受着男友的求婚，下一秒竟从他人口中得知，看见男友和其他女人亲热地在一起。原来曾火兵为了还清欠下的80万贷款，竟背着嫣然攀上高干之女文小雪。而他们俩去约会被夜总会老板成功一眼认出，成功是嫣然父亲从前的部下。他将这事告诉了嫣然，嫣然却一点都不相信，认为肯定是成功看错了，声称曾火兵是什么样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见成功一而再地认真说明此事，嫣然内心开始动摇，想从曾火兵口中得到真相。曾火兵却倒打一耙，咱们俩都这么多年了，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嫣然，你说让我说什么好啊？我为公司的事忙得团团转，你还好意思捕风捉影啊？曾火兵谎称自己之前和成功有点小过节，斥责成功现在这样来污蔑他太小人。嫣然在曾火兵的忽悠下打消了心里的怀疑，并保证当初女人有了新欢就把前夫甩了，现在遇到困难竟又厚颜无耻地跑来求助，开口就是他抢前夫了。这话谁会相信？前夫一听就知道女人肯定是有求于他。我找你呢，就是想叙叙旧，是吗？倒是我弟弟有件小事想麻烦你。原来女人的弟弟曾火兵欠了80万贷款，对方要求在1个月之内还清。于是女人想让身为证券公司操盘手的前夫帮忙，让仅剩的10万元在短期内快速生钱。男人想利用这机会让这个当初狠心把他甩了的女人付出代价。他谎称最近有一只股票能在1个月以内翻一番。曾火兵听后很激动，请求前姐夫帮忙，男人却没有立即回应。火兵呀，沉默是金，你姐夫他不吭声啊，就说明他已经答应了。我说的没错吧？啊，你看你这么理解我，这忙我能不帮？且他的一切就完了。于是狠心的男人心生一计，他主动找到嫣然。嫣然，嫣然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瞬间眼眶湿润，不知所措。他想象过无数次这个见面的场景。是我回来了。我这点效益不拿去。
蒙在鼓里的嫣然怎么会想到这个男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深爱她的曾火兵，这次回来只是为了支开他，让他不要破坏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假情假意的渣男谎称这次回来是要和嫣然团聚。当嫣然提到儿子时，曾火兵假装对此一无所知。儿子，女人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依旧吸引着这个男人。男人表示，就算股票能翻一番，本金也至少得40-50万。女人立刻和弟弟提出本金我们自己想办法。姐弟俩随即感谢男人帮这个忙，殊不知这便是中了男人的圈套。得知此事的女友毫不犹豫地将多年积蓄30万拿出来，再加上姐姐的10万元，曾火兵总算是凑足40万元本金。男人侧面询问曾火兵，这40万资金里边姐姐占了多少？我姐她占多占少重要吗？怎么说呢？不瞒你说，我帮你主要就冲你姐，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说让她生活的好一点，也是我未了的一个心愿。曾火兵听了男人这番话，谎称这40万全是姐姐的。男人让曾火兵立即去操作起来。曾火兵听从前姐夫的话，将40万全部购买指定股票。开始的一段时间，股票确实在涨，眼看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曾火兵就能将80万还清。他和女友兴奋地规划着未来，可没想到没2天，那只股票竟开始大幅度下跌。其他后不会再听信谣言。文小雪硕士毕业，打算回老家发展，希望曾火兵和他一同回去。曾火兵想到文小雪手里有他那80万元的借据，再加上自己的事业要东山再起，依靠文小雪的父亲绝对是一条捷径。想到这些，他便答应文小雪提出的要求。曾火兵对嫣然谎称在外地的朋友，邀请他到公司当副总，还会给他股份。嫣然虽然内心十分不舍，但还是让曾火兵别犹豫，安心的去。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男友就要和别的女人双宿双栖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你走多远，走多久，你都一定要回来。我等你。好，我不管走多久，走多远，我都会把你记在心里的，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我。离开的前一夜，嫣然对曾火兵依依不舍，两人度过了美好的良宵。嫣然也将自己交给了曾火兵。曾火兵离开后，嫣然父亲劝嫣然要有个准备，他觉得曾火兵这一去是应该不会回来了。嫣然始终认定曾火兵不会抛弃他，然而曾火兵在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嫣然还在家人面前替曾火兵找借口，说他刚到那里肯定很忙，没有时间打电话，这明显就在自欺欺人，连堂妹都看不下去。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打个电话有什么难的？就在这时，嫣然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你已经当爸爸了。是真的。在嫣然和儿子面前，曾火兵假扮慈父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像从前那样对嫣然说尽甜言蜜语，对消失这几年发生的事只字不提。就在这时，文小雪一个电话打来，让曾火兵马上出现。就这样，他战战兢兢地周旋在两个女人之间。曾火兵知道这件事必须快速解决，否则一旦暴露不堪设想。转日，曾火兵就向嫣然提出要带他和孩子一起到顺州，谎称这里的公司只是分公司，总公司在顺州，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顺州。看到嫣然在犹豫，曾火兵称自己下次回来也许是几个月后或者更久。对不起，我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嫣然害怕曾火兵像上一次一样失踪那么久，于是嫣然决定和曾火兵一起离开。殊不知这正中了曾火兵的奸计。嫣然想着等自己在顺州安顿好，就回来接植物人父亲过去，同时也将精心经营的书店转让出去。得知此事的成功发现有些不对，经过调查才知曾火兵对嫣然说谎，曾火兵公司总部就在这里，而不是在顺州。同时得知曾火兵已有未婚妻，就是文市长的女儿文小雪。你要是还不相信，那就是自欺欺人了。